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管是想研究那段历史，还是只想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这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好几种不同的看法，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权力斗争，也就是毛为了独揽大权，或者说不使大权旁落而谋划并发动的一场夺权斗争，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党内2号人物刘少奇。但这个说法有一点逻辑上的缺陷，以毛当时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他要是想搞垮刘少奇独揽大权，或者想搞掉任何一位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应该都不用大费周章，何必搞如此浩大的一场运动来实现这个目的呢？毛曾经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用1根指头就能打倒你，这不是吹牛，毛当时确实有这个能力。如果说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发动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运动，不恰当地说，就好比杀鸡用牛刀。何况刘少奇在文革开始仅仅2年后的1968年就已经被打倒，但在这之后，文革还一直在持续，直到1976年毛逝世，或者说四人帮被打倒，文革才算结束。还有些人在这个说法的基础上提出，毛不仅要夺回他在党中央的领导权，而且要光明正大地夺回，因为毛行事一贯讲究师出有名。但即便毛要师出有名，那在党的高层搞一搞也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在全国上下搞这么大一场运动。如果说权力斗争的说法站不住脚，那会是别的什么原因吗？其实在我的学生时代，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在不同阶段都曾在课本上粗线条地学习过这段历史。虽然当年也死记硬背过其中不少内容，但应付完考试就都还给老师了。最近利用闲散时间重温这段历史，才算真正有点新的体会。为了加深对这段历史的印象，特意做这期视频，分享我的一点看法，应该不是对文革的全新解读，就算是我重读这段历史的一个读书笔记吧。我先说一个总的观点，然后再详细逐点解说，看看我的论述能否自圆其说，逻辑自洽。当然，这只是我目前为止一个个人看法而已，欢迎批评指正。我觉得文革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在法治不健全的大背景下，由国家发展路线之争外显化到权力斗争的一场全民无意识的运动，是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后，在特定历史时期逐步演化出来的一个怪胎。当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要展开说明这段话的意思，那就不得不回看文革发动之初和之前几十年中华大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便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纲领便明确规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往根上刨，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纲领作为源头，当然可以再往深挖，挖到苏联或者马克思头上，但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就有些远了。这个纲领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指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 DNA。 虽然有些提法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讲了，但实现共产主义的总体目标至今仍然写在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里。注意这个纲领里的几个关键词：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专政、私有制、公有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以这么说，建国后的所有运动无一例外都和这几个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共一大13位参会者的命运后来各有不同，有被捕牺牲的，有英年早逝的，有脱党的，有当了大叛徒的，还有做了大汉奸的。最终见证了成功和胜利的只有湖南代表毛泽东和湖北代表董必武。他俩当年可能也不敢想象，1949年10月1日他们可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万众的欢呼。一大纲领在确立的过程中，想必毛泽东一定参与了深度的讨论，这个纲领也顺势深深刻在毛泽东的思想里，成为引领毛泽东前进的一盏明灯，也成为毛泽东后来发动和领导所有运动的底层逻辑。这里不得不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有真主义、真信仰，也正是这股至诚至坚的精神支撑着早期的革命队伍度过一个又一个生死存亡的局面。好，说到这里，意识形态有了，这种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中，这就是文革之所以能发动所需的
肥沃的意识土壤。但光有土壤还不够，还需要一个能翻动这片土壤的人，那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共产党一直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紧接着在1941年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从那以后，毛泽东就成为中共政治和军事的领导核心。打仗对毛来说是无师自通，用兵如神的毛一步步带领中共的军队走出绝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在20几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除了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外，也逐步建立了毛在党内和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权威不是虚的，而是实实在在白纸黑字写在1943年中共中央决议里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毛泽东对党内一切事务拥有最后决定权。中共中央当年的这个决定，除了是战争时期特殊条件下的需要外，也许也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使然。自古以来，中国人做大事习惯要跟一个带头大哥，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在号称有全过程民主的中国，还有着定于一尊的思想传统，这点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局面有着明显的反差。在建国前，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有首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也可以说成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点不管是史学界还是民间，不管是党内还是普通民众都有共识。从某个层面来说，刘少奇就是因为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被毛所器重。即使最后刘少奇和妻子王光美一起被批斗时，刘也坚定地声称，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党的纲领和绝对的权威结合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从此毛便神龙附体，谁为新中国，已然帝王家。但随后就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那就是在耕作新中国这片有着肥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土壤的过程中，毛越是坚持理想，实际就越偏离理想。毛泽东是一个理想浪漫主义者，这点从他的诗词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我在中学的课本上学过一首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下阙中有这样几句：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这几句字里行间中，毫不掩饰地彰显着毛的万丈豪情和霸气自信。毛志士甚高，古代这些明君圣主在毛的眼里，要么略输文采，要么稍逊风骚，甚至创建过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也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如果只是建立新中国，那毛在整个中华历史的地位充其量也只是和唐宗宋祖一个级别，但毛的理想远不仅如此。可以这么说，自从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以后，他的心中就萌生了一个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建立新中国只是他的一个小目标，而实现共产主义才是他的终极目标。其实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这样，一旦确定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只不过有些人运气好，走对了路，最终成为伟人，但有些人定错了目标或走错了路，那结果大概率是走向毁灭。建国以前，毛应该属于前者，但很不幸，建国后的毛则属于后者。毛除了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的理论大家，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不二的旗手。中国共产党很多理论上的概念和新名词都源出毛泽东。毛仅用理论武器库中的2个杀手锏，横向的左中右和纵向的阶级，便可轻易消灭敌人，铲除异己，统一思想。可以这么说，在那样一个特定年代的历史氛围中，这2个理论武器结合毛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屡试不爽。毛经常批评别人是马列教条主义，但他自己最后也未能幸免，一样落入了马列的教条主义，并且产生了更大的破坏力。之所以能产生更大的破坏力，除了毛拥有更大的权力，还因为毛的无知。正所谓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更容易认死理，一条道跑到黑。毛读书很多，但涉猎的范围很窄，除了马列主义相关的著作，他读的最多的就是人文类书籍，尤其是史书。
一个例子是19年毛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带了2箱的书，大部分都是《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这就导致毛知识结构的严重缺陷。读史可以通今，但无法增长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常识方面的知识。60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曾做过检讨，他说他没想到炼钢还那么复杂，可见毛在科学知识方面的匮乏。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能不读书，也不能死读书，更不能只读史书。说到这里，再小结一下，看看都抽足了哪些条件。现在普遍的意识形态有了，毛的权威有了，再配上毛泽东思想以及毛的理想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思想条件基本都具备了。接下来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完了。但在干之前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怎么干呢？共产党建立初期，与国民党在争夺城市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无奈只能转向农村地区。所以在建国以前，共产党只有在农村成功斗争的经验，没有城市斗争和管理的经验，更别说建设一个泱泱大国的经验。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第一个需要确定的问题就是新中国究竟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复盘一下，新中国肯定不会走封建专制的老路，这是开历史的倒车，也不能走君主立宪或共和制的回头路。虽然清末短暂搞过几天，但当时的事实证明是失败的。当然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原因是以蒋介石为首的资本主义道路是被以毛为首的共产党打败的，不可能走败军之路。二是共产党的 DNA 决定了新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建国之初，毛所设计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体，但新民主主义中有一个 bug， 那就是它包含资本主义成分，这就与党的纲领中提到的废除资本所有制，实行公有制相矛盾。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到53年以后，毛基本上不提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了。在毛的理念中，新民主主义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政体，中国最后势必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当时从农村走到城市的绝大部分中央领导是没有概念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容易懂，但落实到实际的国家建设上来，谁的心里也没数，包括毛泽东。但幸好当时苏联老大哥给打了样，那就跟在老大哥屁股后面学呗。于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教科书。当时的苏联经过30-40年的摸索和建设，宣称进入社会主义，但其实苏联的社会主义搞得一塌糊涂。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现在我们知道，不光苏联，公有制没有哪个国家搞得好的，原因也很简单，它违背了人性。如果说中国从80年代开始搞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建国之初基本上就是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瞎趟。建设新中国的方向和路线有了，样板和经验也有了，那实施的具体方式方法呢？这时候就不得不说在建国之前，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积累的宝贵经验，那就是一切活动都通过发动运动的方式来实施。不管是党内的统一思想，或者说权力斗争，比如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还是搞生产建设，比如为开垦南泥湾而发动的大生产运动。毛曾说过，只要人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当中，生产就容易搞上去。所以这个心法也一直潜藏于毛所发动的所有运动之中，也可以认为是毛的一种路径依赖。所以建国以后，中国的运动就没有断过，零零碎碎的运动不算，基本上是1年一个小运动，2年一个大运动。从50年的镇反运动开始，到三反五反，再到整风，再到反右，再到人民公社以及大跃进，再到后面的四清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其实这些运动如果扒开来看，都是以共产党1大纲领中所提到的几个关键词作为底色：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消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53年至57年的第一个5年计划，通过开展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整个中国大体上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单一公有制体制，这让毛泽东信心大增。苏联老大哥用了30-40年走完的路，中国共产党只用了5年就完成了。随即中国也宣称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或者更进一步，对于毛泽东来说，就只剩下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共产主义。就像毛在沁园春雪中所昭示的那样，他的目标是为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带来革命性的社会制度，带领中国人民进入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新世界，甚至为全世界人民做出共产主义社会成功建设的典范。
也许毛泽东被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救人民于水火的菩萨心肠感动了，也许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期间自信心爆棚，有些飘了，于是在57年底从苏联回国后，立即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改英超美，大踏步向共产主义跃进，于是发动了开始于57年底历时3年的大跃进运动。姑且认为毛有着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的愿望，但问题是在毛眼里看到的只是人民，而忽略了一个个具体的人。毛泽东当时不可能知道，他的这一个浪漫主义狂想加空想完全背离科学，严重脱离实际，因此造成了中国58年到62年的大饥荒，几千万人在和平年代竟然因饥饿而失去生命。其实大跃进招致党内外大量的质疑，有些地方的农民已经悄悄退出合作社，更雪上加霜的是，苏联老大哥也掺和进来，赫鲁晓夫在欧洲就公开质疑人民公社的模式，这让毛很生气，也大大加深了两国的嫌隙。中共党内的意见分歧集中体现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上。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因在与会期间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中共元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因此受到牵连。随后全国范围内一大批中共干部和相关人士以反右倾而被整肃，这样一搞的结果是，大跃进在政策上并未及时刹车，反倒进一步助长了跃进风潮，而领会毛的意图、全力支持毛的林彪则从此在政治上崛起，这也为后来毛在文革中导流推林埋下了伏笔。此后，在1962年初的7000人大会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大跃进等政策的批评再次引起毛的不满，最终导致党内高层意见出现更大分歧。刘少奇将3年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3分天灾7分人祸，而毛则认为大跃进中错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虽然毛也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但对失败原因的总结上，毛强调是3个原因：树朽逼债、3年自然灾害，顶多再加一个经验不足。而经验不足的根本原因，毛认为就是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程度还不够，于是又发动了开始于1963年的四清运动，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社教运动意图反修防修，防止演变，说白了就是要坚决与资产阶级做斗争，坚持社会主义共有制道路不动摇。在毛泽东的思想里，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所以困难重重，就是因为人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这是一个很朴素的判断。就像我在高中时期有一门政治课，在学到共产主义的理念时，年幼无知的我也是觉得共产主义并不难实现，无非是个人不计较劳动付出，然后按需分配。如果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有着大公无私的精神，那共产主义马上就可以实现。我当年一个小屁孩这样想还有情可原，但毛主席您老人家不能也这么想啊。社教运动起初并没有受到各地方领导的重视，毛对此并不满意，于是决定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强调一下。从那以后，各地纷纷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再之后，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但在运动性质和运动方法等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再一次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到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基本放弃了社教运动，他认为这场从上而下的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党的领导体系从底层到高层全变质，因此寻求一场由下而上的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彻底消灭一切资产阶级和阶级矛盾，一揽子解决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特权、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所有问题，企图通过大乱达到大治。于是毛泽东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协助下，于1966年5月16日发布516通知，这就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有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说穿了就是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这点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从大跃进到社教运动，毛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但如果说毛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那这点矛盾或许只是在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上诸多绊脚石中的一块而已。这就好比你想挖口井，但挖到一半碰到一块大石头，怎么办呢？只能先把石头搬开，但把这块大石头搬开一看，下面还有更多更大的石头。如果不想放弃，那就只能一直搬，直到把所有石头全都搬出去，直到打出水来。虽然搬石头的当下着眼的是石头，
但在打井人的心中，能打出水才是最后的那个目标。这里我打的这个比方，用毛的话说叫剥笋子，从最外层开始剥，再向内一层层剥，直到剥到笋心儿。这个视频只是提纲挈领地梳理一下毛发动文革的内在逻辑，并没有展开论述其间浩繁的细节，但即使这样，也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视频到这里，我再把我的理解高度概括一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便确立了消除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深植于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同时也是毛泽东一切思考和行动的终极目标。在毛泽东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他便有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强烈愿望。于是在建国后，通过他所熟悉的也被反复证明非常有效的发动一系列运动的方式，逐步扫清了种种障碍。在第一个5年计划完成之际，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的雏形，信心大增的毛泽东又趁热打铁，紧接着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希望从社会主义直接跃进到共产主义。但严重偏科的毛泽东终于在这里栽了跟头，步子迈得太大，扯淡就在所难免。大跃进的失败导致党内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最突出的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痛定思痛，毛泽东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他朴素地认为是对人民的教育还不够，于是又发动了社教运动。但这个运动又导致党内更大的分歧，不仅扩大和显化了毛刘之间的矛盾，还使毛和中央一线领导渐行渐远。于是毛转变了原有的想法，他认为需要一场更大更彻底的运动来一站式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推翻最大最根本的资本主义当权派，也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整个国家官僚体系，企图通过大乱达到大治。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整个逻辑链条以及根本原因。毛想应用自己构建的理论框架体系，带领中国步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无情的现实总是背离理论上该有的结果。于是毛泽东便努力在毛泽东思想里寻找修补方法。这就好像一个人想要抓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纵使臂力惊人，终归也是徒劳一场。最后的剧情也就是这么发展的，毛越是修补，漏洞就越多，那最后的崩塌也就是早晚的事儿。这个好有一比，托勒密为了解释地心说，在本轮的基础上再叠加眼花缭乱的均轮，但即使这样还是无法很好的解释一些天文现象。现在我们知道，只要把地心说换成日心说，所有规律和现象就变得简洁通顺。毛泽东就是那个想拉头发把自己拉离地面的伟大领袖，他也是在他的地心说里永远打转的那个风流人物。文化大革命无疑是近代中国的一场浩劫，但历史烟尘散尽，回头来看，这段还不算久远的历史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无非也只是泱泱5000年中华历史的沧海一粟。如果熟悉历史，那就会发现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演，即使后世总结的再好，人们能从历史中学到的永远都是什么也学不到。唐代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的结尾早已警示世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史没有真相，即使史料再丰富，那也是被大量丢弃后仅剩的一点。何况人心是无法通过史料全面表达的，很多历史上的大事件如果追根溯源，往往是一些偶然事件促成的。但不管有着怎样的历史，不管有着怎样的解读，归根结底还是人性使然。